大家好，我起床了，别跑别跑，嘿！今天我们给小鸡造了宿舍，那样就不用天天帮它们擦屁股了。这有个小朋友好像很好奇，给你，好吃吗？这群随地大小便的小朋友，要是能解决他们的卫浴问题就好了，想办法让他们的便便自动消失，又能让他们可以开心的在泥土中洗澡。又是你，回来！我们来搭建一个家庭版的发酵床吧。我提前买了袋用于分解粪便的菌种，网购大概是一只成年鸡的价格。这些粉末就是酵母菌、乳酸菌之类的益生菌和生物酶。使用之前最好喂一喂这些小微生物，它们比较喜欢吃玉米粉，只不过我家的生虫了。这些美味我们先帮小鸡散着，接着往玉米粉里面加入菌粉。这里我只用了半包不到，剩下的以后留给小鸭子吧。我们还需要一些不容易腐烂的材料，菌木屑、稻壳、秸秆都可以，它们能够帮助菌种分散得更均匀。菌木屑越续越好，用量没有固定。我们把玉米粉、菌种和菌木屑边混合边分批加点水，直到它像一大碗肉松一样，湿润中带着些许蓬松。我们就把这碗肉松压成肉饼，盖上盖子，密封发酵个1-2天。发酵后的锅摸起来热乎乎的，表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菌丝，它们现在很活跃。我们可以帮小鸡搭建宿舍了，就是这个破纸箱。先在它底下粘一圈塑料袋，防止它以后不够结实。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菌木屑。大家今天放了狗，只能在外面偷点了。我们把发酵好的菌种和菌木屑混合在一起，堆叠到20厘米的高度，充分混合均匀。我们第2次花园来的菌木屑有点粗，有条件的大家还是尽量都用粉末状的菌木屑。现在我们再装个浴霸，它们就能住进新家了。小鸡仔们需要5到6个星期，羽毛才会逐渐长齐，所以要做好保暖工作，尤其是刚出壳的小宝宝很容易受凉生病。等它们长大了些，我们可以按照当地的温度来决定要不要帮它们开浴霸。现在让部分鸡宝宝视察一下自己的宿舍。小朋友们好像饿了，全员入住后我们就开饭。今天第1食堂供应的是玉米茶，第2食堂也是。刚出生不久的小鸡仔只喝温水，直到第2、第3天，他们现在才逐渐学会开始吃粮食。中间的瓶子是为了防止霸道的小鸡一个人站上去便便，不让其他的小鸡吃。忙完这一切，我们终于可以对着我们的垃圾箱吃烧饼了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吃的满地都渣。鸡宝宝们现在的食量还很小，肠胃功能也比较弱，暂时不能吃太多东西。平时的主食是小米和玉米面，但随着它们长大，食量会越来越大，并且不停地探索能吃的东西。事实上，除了没煮熟的豆类，鸡几乎什么都能吃。而我们从第4天开始，就可以慢慢地给它们喂各式各样的垃圾了。这些垃圾一开始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太大了，还需要一些我们的帮助。最开始的几天可能会耗费一点耐心，但我们可以坐在垃圾箱旁边吃，也不是很麻烦。几乎各种湿垃圾他们都喜欢吃，而且由内到外他们吃得很全面彻底。其实养小鸡的最初想法就想让他们帮忙解决湿垃圾。1个夏天过去，我这里有生虫的糯米、生虫的麦芽粉、生虫的辣椒粉、玉米粉里的遗老遗少，以及1-2张私人恩怨。在解决完夏天遗留的烦恼之后，现在的它们比小时候长高了不少，能够轻易地够到吊起来的食槽。不过相比于干巴巴的粮食，它们还是会优先选择多姿多彩的厨余垃圾。除了瓜皮果核，一些经过烹饪过的食物对于小鸡来说可能太咸太大了，最好处理之后再给小鸡吃。不要跳进去，我的天，妈呀！这样剩食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，而它们的排泄物会被它们自己刨到菌木屑里，逐渐被微生物分解，闻不到什么异味。之后这些菌木屑又是很好的有机肥，
不过我家的小鸡实在太多了，没多久它们就要住不下了。大家一定要少招点生。如果准备一直养在室内，乌鸡会是更好的选择。它们比较乖巧胆小，全身是绒毛，不敢飞太高。如果是普通的土鸡，分分钟上房揭瓦。等它们再长大点，就把它们并入家里的垃圾场。